解放军在70多年前使用过的手推车，如今美军竟然也正式装备部队。这种手推车对于现代军队到底有什么用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我们都知道，可以说从古至今，战争很大程度上打的就是个后勤，否则也不会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一线的物资消耗能力越来越大，对于后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过好在各种交通运输工具也在不断进步，汽车、火车、轮船等一个比一个能装。不过这些运输工具对于交通环境的要求都比较高。但是战争那可不管你有没有什么良好的交通运输环境，在什么地形都是有可能的。有些地形环境那真的是什么机械设备都进不去，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或者畜力来解决后勤运输的问题，效率非常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最近美军新服役了一款全新的装备，也就是画面中所展示的这款。很多老铁看到之后相信都是满脑子问号，这不就是个手推车吗？某宝到处都是。都2021年了，美军怎么还会装备这么过时的玩意儿呢？也确实，要说起来，解放军倒也用过手推车，但那都是70多年前淮海战役时候的事了。这还是因为当年的我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能使用手推车来运输战争物资。那么美军到现在还要装备这么个我军70多年前用过的玩意儿，又是个什么情况呢？实际上这玩意儿对于现在的美军来说用处还真的不小。正如虎哥开头说到的那样，有很多地形，比如说高原山地地带，连越野性能非常棒的履带式车辆都上不去。在这种地方发生战争，那后勤保障方面真的就只能靠人的2条腿，或者是靠畜力。典型的就是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全国基本上都是高原山地，海拔又高，还都是纵横交错的群山，运输环境非常差，很多地方连履带式车辆都过不去。于是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在打仗的时候，所有的后勤物资要么自己背，要么就跟当地人一样，靠骡子或者驴马等牲口来运送。根据美军自己的统计，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士兵平均每个人的单兵负重高达40公斤，相当于背着一个比较瘦的女性在作战，负担相当大。不少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美军士兵都有膝关节过度磨损的毛病。针对这种情况，美军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说机械螺，但是以现在的技术，机械螺的续航也是个问题，而燃油动力的噪音又太大，容易暴露自身。同样的，美军也尝试过小型的全地形车，但是仍然是有些大，很多地形或者密林还是过不去。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美军如今才拿出了手推车这么个神器。当然了，和我军70多年前用过的那种手推车不同，现在美军服役的这款还是先进很多的。这款手推车实际上是自带辅助动力的，以电为能源，静音效果非常好。这款手推车充满电的话，能够装载135公斤至225公斤的载荷，行驶24至48公里。该车可由单个人员使用拇指油门进行手动控制，同时也能兼任充电宝的功能，为美军的一些用电设备充电。尺寸方面大家也能看到并不大，和一个躺下的人差不多，因此地形适应性方面也没什么大问题，可以说是一款很实用的战场运输工具。实际上不光是美军，以色列军队也推出了一款单兵战术手推车。不过以色列的版本不是用推的，而是通过一个连接装置靠人拽着，也是自带辅助动力。对于解放军来说，这种战术手推车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使用需求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印边境地区，尽管我国已经在高原边境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公路网，但是在真正的一线地区，道路状况还是不行，很多地方只能依靠士兵步行巡逻。这个时候有这么个手推车，也能携带更多物资，减轻士兵的身体负担。当然了，想要完全解决复杂地形下士兵的后勤保障工作以及士兵负重的问题，还是得靠机械外骨骼这一类单兵装备。
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各国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目前中美等一些军事大国也已经开始在部队试装有动力或者无动力的外骨骼设备，但主要还是用作测试。由于能源的问题，目前机械外骨骼的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先用这种带有辅助动力的手推车解决当下的问题，也算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